对，我已经很久没有学了，所以还是印尼文。中文其实是在课外学的，课外对。65岁以上的上人的才懂中文。因为1966年印尼关闭中文学校，我65年。你是65年毕业。哦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对。247年前，海外华人曾经在历史上建立了一个共和国，比美国的独立宣言晚了1年，而且在历史上还存在了100多年之久。现今知道的人却寥寥无几。曾经的华人共和国具体在哪里？子民又过得怎么样？带着这些疑惑，我们一起踏上新的旅程——印尼。欢迎回到阿珂在路上的频道。提起海外华人国家，大多数人想到的是新加坡，但还有这么一个在历史上存在了107年的华人国家，而且还是共和民主制的。这个国家呢，就是在现今印尼山口洋和坤甸那一带的南方共和国，至今华人还是那的第一大民族。接下来跟着镜头走进曾经的南方共和国——印尼西加里曼丹岛。自郑和下西洋便开启了华人版的大航海，大量闽粤一带的华人陆陆续续下南洋谋生。在乾隆年间，一位广东梅州的读书人因科举落榜，和100多名老乡下南洋前往婆罗洲淘金。当时的婆罗洲金矿开采公司众多且混乱，土匪横行，海盗称霸，当地的苏丹也束手无策。在下南人的华人里，罗芳伯是少有读过书又学过武的，很快就团结华人的各个同乡会，平定四方，先后兼并14家公司，地盘11万平方公里，比现今的韩国还要大，管辖人口多达400万。其商船往返于广州与婆罗洲之间，与当地苏丹平起平坐。更难得的是实行共和制，各级领导由人民推举产生。当然，这点实力在欧洲殖民者的眼里不足为惧，读书人更有自知之明，对外宣称南方公司，想纳入清朝的朝贡体系而得到庇护。虽然没有成功，但也取得了乾隆的通商许可。不明真相的荷兰人还真的被唬住了。直到清朝输了第一场鸦片战争，没有了忌惮的荷兰人在1884年结束了历经108年13任总长的南方共和国。这里是买票的地方，我是提前1天买好票的。从这里呢，每一天只有1趟车是去山口洋的，是早上的9点45分，价格呢是100马币。从这里过去呢，大概的距离是接近260多公里的。日日放飛散發疲倦。这一期我将从东马古晋出发，前往曾经的南方共和国，现今印尼西加里曼丹岛的第2大城市山口洋，再南下到第1大城市坤甸，之后再前往南方伯当时下南洋淘金并在此发迹的地方东万绿。这里是马来西亚这一边的海关啊，跟一个停车场似的，在这边盖好离境章，然后等一下就坐车再去那边盖印度尼西亚的入境章。他们是要换一辆新车去印度尼西亚那边，先换成这辆车。已经正式入境印度尼西亚了。我这边是没有签证的，然后这边也是可以办落地签的，价格呢是35美元。我也没有那个回程机票的，我就说到时候我陆路，然后入境沙巴，也就是马来西亚，然后也是没问题的。視線放上你，暫不心軟，唯有狠心再多講一遍。
经过6个多小时，260公里，终来到了西加里曼丹岛的第2大城市山口洋。它的人口呢是接近26万的，其中是以华人为主，占了60%。很显然，这里呢也是曾经的南方共和国之一。大家可能对南方共和国大小没什么概念啊，它是有11万平方公里了，与现在的韩国相当。那么我们上无人机吧。山口洋因有山、河口、海而得名，距离省会坤甸145公里，印尼最大的华人城市，华人占总人口的60%以上，也是唯一认同华人为原住民，并规定副市长必须由华人担任的城市。现今的市长便是一位华人女性蔡翠梅。在 ATM 金额取了250万，相当于是1000多人民币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边最大的面值是10万一张啊，感觉又回到了黎巴嫩了。Hello, excuse me, do you know where can I buy SIM card? Not here. 看商场卖的车是奇瑞吗？有点像啊。这个是铃木吗？坐一辆摩托车去市中心，价格呢是1万5。现在到市中心了，哇，非常的有春节氛围啊！可以看到那边的花车，然后这里呢就是大伯公庙，这里真的给我感觉好像在苏里南啊。在市中心找到一家住的地方，价格是23万7千，相当于110人民币了。就是这么一个房间，比较新，味道比较大，没有窗户啊。现在准备去买电话卡，问了好几个路人啊。我发现印尼这边的印尼普及率没有马来西亚那边那么高的。Your card is not active yet, so he will help you to do the registration. 好，谢谢你帮我翻译。你是本地人吗？我是印尼人。哦，印尼人。这里的人。Chinese。哦，I see。就是印尼的华人。那你中文在哪里学的呢？我补习学的。19。哦，19。Yes, I get. So, 你想学什么专业？ I mean, what you want to study in university? Like what you want to start a major? Medical. Oh, medical. Wow, cool. So you want to be a doctor? Yes. Oh, cool. 这里的人好友好，见面都会笑的。我今天第1天来，对，感觉很好。对，那你看得懂中文吗？中文字？对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学了，所以。哦，就可能会说，但是不会看了。是。你有信仰吗？What's your religion? Do you have religion? What's your religion? 你有信仰吗？就是穆斯林还是佛教还是基督教？哦 Christian。这边是信天主教的多还是穆斯林的多？天主教也多，然后那个什么呢？防护柱。哇，这里办电话卡太麻烦了。他说，因为我这个手机没有交过税的，所以说不能在印度尼西亚使用，所以他们的电话卡是不支持的。所以我是在他们的机场去办理才可以交税才可以用。哇，那太麻烦了。点了一份炒印尼的方便面，这个方便面好像也是华人的公司。其实印尼到现在的经济还是华人控制着的，3%的华人控制着印尼80%的财富。恭喜发财！恭喜发财 ！Thank you. OK，happy happy 啊！ You too, happy happy. 前面就是山口洋最古老的寺庙了，修建1878年。在更早的时候呢，华人就下南洋来到了这边，从事一些采矿的活动。这里呢，只是作为一个休息点，周边呢都是荒野的啊。然后呢，就为了得到神明的庇佑，在这边修建了这座寺庙。当时也是作为一个驿站来的。可以看到寺庙柱上面的意思啊：恭造口洋华侨民众，国祚南邦，士农工商，张国德。也就是跟刚才说的是一样的啊，就是为了祈求得到神明的庇佑，然后修建了这座寺庙。从这座大伯宫
往这边走呢，就是他们的市场。在市场的左手边呢，就是有一个谢家的祖宅，我们往前面走一下吧。这里呢就是谢氏祖屋啦，也是山口洋最古老的建筑之一，兴建1902年，是当时谢守时向南洋打拼所建造的一个住宅区啊。从这里呢走到前面，这里就是一个当时的办公室，在办公室的前面那一条河呢就是瓜拉河。当时这里啊也是作为一个港口贸易的中心，在这边交易的货物呢，从瓜拉河运到出海口，再运往新加坡、马来西亚。可以看它的建筑风格啊，类似一个四合院，再加上混合了一些南洋的风格。这里呢就是他们的大厅，现在目前还居住着14户人家，也就是他们的子孙后代。这里呢是要脱鞋才能进来的。可以看到他们供奉的是妈祖吧，还有土地公之类的啊。可以看到他的右手边，这里应该是他在中国的祖屋了，是在福建省厦门市海沧镇的一个祖屋。Hello， 你好。你这边会说中文吗？What language can you speak? Mandarin, Cantonese, or Hakka？ 这是祖屋旁边的一个餐厅。应该就是祖孙，他们的祖孙做的一些吃的。你好，这个叫什么？这个？一个菜饭啊。哦，25000。OK 啊。对。有点像潮汕或者是客家那种本果了，味道差不多。里面包的是这种应该叫甜菜吧。下起了磅礴的大雨。来他们的当地市场逛一下，1公斤7000卢比。这的火龙果3组都很大啊，像这个比较大个头的话，它是25000卢比1公斤，这个小的是15000卢比1公斤。哇，这一个差不多就1公斤了啊！这里榴莲好多啊，价格很便宜啊。我挑的这个不是很好啊，他又给我换一个，真的不敢相信啊！这么大一个榴莲才10000卢比，相当于才4.6块人民币吧。还有便宜的才5000卢比，相当于是才2块多人民币啊！哇，真的实现榴莲自由了。给大家尝一下这边的榴莲，包也是很大的啊。OK， thank you。还给我拿了那个垃圾桶，哇，非常的浓郁啊！它这个盒也是比较大啊。我感觉马来西亚的榴莲也是从这边进口了，实在是太便宜了。下午这边的鱼贩都收档了，只有一家店开着。你好，这胡萝卜怎么卖啊？公斤15000啊。这个也是15000 1公斤。辣椒7万1公斤。这边的食物呢和潮汕、福建的差不多，性价比是非常的高的。这杯喝的呢才5000，这个18000，而且料是非常的足的，猪肉、鱼蛋，还有这个脆口的不知道是什么。这个应该是猪皮啊，炸的猪皮。你想看这一碗河粉啊，我觉得都已经可以上米其林了。没办法，又回到了昨天这家店来买手机卡。手机卡是很便宜的啊，才16万，然后再加35000的卡费。要是在机场买的话，可能要50几万了。这个手机卡本来带了3个 G， 然后我再买了1个月25个 GB 的流量，在整个印度尼西亚都可以用。但因为它是本地的手机号码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就用不了了。所以说呢，还要再买一个他们的手机。这个手机的价格呢是65万，所以加在一起花了83万5千。印尼版的城管。感觉这边呢更靠近赤道，要比古晋那边要热很多的。这里也是一个多宗教融合的地方，可以看到这里有天主教，前面有中国的寺庙，在前面呢还有清真寺。在市中心呢基本上看不到高楼大厦，都是这种1到2层的平房，跟斯里兰真的很像啊。除了我昨天下车那里是一个比较大的 shopping mall 以外，
这里的气候也是热带国家，大马路上也是非常的有过年的气氛呐、可以看到大大的恭喜发财4个字，而且还用了几种语言来翻译的。上两期视频更新之后呢，有些网友让我不要再跟外国人说恭喜发财，会显得比较的俗气啊。其实这恰恰是不自信的表现，这就是我们的文化，就大大方方的承认就好了。你可以看到到处都是恭喜发财4个字。What are you doing here? Okay. I don't speak English. Okay, don't worry. Okay, thank you. 这里非常的宁静啊，可以看到家家户户都是张灯结彩的，全部都是挂着红灯笼，出入平安。在住宅区附近也是有这种比较小的寺庙的，应该是土地公庙。哇，这一路走过来，看到好多华人的房子都建得好漂亮啊！这一家应该是大户人家了，看到好豪华呀。你若化成风，我幻化成雨，守护你身边，一笑为红颜。Hello， 新年好。好，哎，你是读几年级了4年级。哦，4年级。那你是从小就有中文教育是吧？我初中刚学。哦，初中刚学。哎，你不是读4年级吗？4年级是补习班的。哦，补习班读到4年级。那你现在在学校是读初几呢？高中。哦，读高中了。哦，方便问一下你多大吗？我是7岁。哦，17岁。对，我梦想对是当翻译者。哦，做翻译者，中文翻译。呀，这里华人大概是说客客家话。那相当于是会印尼话、会客家话、会普通话。对。哦，那太棒了。对，对，不错。然后长大了就是要去做翻译。对。有去过中国吗？还没有。哦，那你印象中的中国是怎么样的？中国对我来说是个很好旅游的地方。我在中国就看的很多好玩的地方。哦，你还没去过中国对吧？还没。哦，还没有。那你最想去中国哪里呢？北京。我觉得我是华人。哦，华人是印尼的华人。对，印尼的华人。祝福大家新春快乐，万事如意，身体健康，心想事成。谢谢，我也有一个红包给你，也祝你新年快乐。哦，谢谢。自然和社会那种的。哦，那种的，我看一下。哦，这还是印尼文的啊。是，还是印尼文。那在学校的话是主要还是用印尼文来教。对，然后学校有英文课，也有英文课。也有英文课，然后主要是教印尼文。那你的中文其实是在课外学的。课外，对。对，哦，怪不得，那很不错哎，在课外学就已经说得很好了。那你在学校成绩怎么样？挺好吧。哦，挺好。今年拿到第3名。哦，太厉害了。那你大学想读什么专业呢？我学是像买东西那样的。market。就是市场经济。对。哦 ，OK， 好，谢谢，再见。多开这个台。哦，你每天都看这个台吗？是。对，但就是你也看得懂中文字。懂。哦，你会懂，会读，会写。会。哦，那很少哦，因为我遇到几个华人他都不会看中文字，但为什么你会看中文字？因为我如果会中文的啊，大多数65岁以上的人才懂中文。因为我已经是75岁了。哦，75岁了，你看起来好年轻啊。对。不年轻了。那为什么老一辈的才会中文，年轻的不会中文呢？因为1966年这印尼关闭中文学校。就排华。就那什么时候又才开放呢？现在也不是怎么开放。现在它也还没开放的。不是现在的学校啊，中文学校也开放了吗？那全部是补习班。补习班。就它不是正规的。不是正规的。不是正规的。以前我是
我是正规读中文的，读中文的，所以说你看得懂中文字啊。哦，这样子的，怪不得我说很神奇。我看你在看中国电视台。我65年。啊，你是65年毕业？哦，对不起，对，对。6年。啊。毕业。南华中学。南华中学。啊，65年。这里我有他的。对。哦 ，OK。这个来了。可以，这。哇，好珍贵啊，这个。南华中学。对，好珍贵啊。对。66年被印尼政府全部关了。你还没去过中国啊？没有。那你对中国的印象是什么呢？很好。很好。非常的抱歉。自第二任印尼总统苏哈托夺权，专制统治31年期间，因政治等因素而实行排华政策，华文教育被禁止，学校被封，华文书籍被烧毁，中文招牌被撤掉，从而导致大量华人华文传承的断层。在野城的小孩，大多数说印尼文了。就是这边会说客家话的也算很不错了。我去野城生活20年了，20多年了。是雅加达吗？野城是哪里？雅加达。19印尼排华已经过去了。过去的时候你才在那里生活。那就还算还好，没遇到。对。Lorong hidupku, ku ingat selalu namamu, hatiku tetap merindu panggilan hidup diriku。大家早上好。现在还是处在懵的状态啊！现在是早上5点，因为这边的公交通极其不方便的，所以说我就订了一个出租车，然后前往坤甸，价格呢是15万，也是挺便宜的啊。我是在前台这边订的，这边的酒店老板本来跟我订的是6点，结果4点多给我敲门，说车5点钟到，所以我赶紧就起来，都没有收拾，现在还是处在懵的状态的。车已经到了，在这边做司机也是挺辛苦的，这么一大早就在这里接客人。现在是接的第2客人，应该还要再接1个才能出发。现在早上5点多，就有很多的早餐店都已经开门了。花开秋天的风，以及冬天的洛阳，忧郁的青春，年少的我，曾经无知的这么想。开了2个小时，在中途的一个地方休息。这里呢就是百富宴，也是2种客家话的分界线啊。往坤甸那边呢说的是梅县的客家话，往山口洋那边呢说的是陆丰的客家话。越往坤甸走呢，就越靠近赤道了。沿途的风光呢跟雷州半岛的风情非常的像，而且呢这一路走过来啊，也是庙宇林立的，而且华人都是张灯结彩的。风车在4季轮回的歌里，它天天地流转。风花雪月的诗句里，我在年年的成长。流水它带走光阴，对故事改变了150公里，经过3个多小时，终于来到了赤道之城，曾经的南方共和国的首都坤甸，现在呢也是西加里曼丹岛的首府及最大城市。坤甸，西加里曼丹省的省会及最大城市，
为一次道，沿着卡普阿斯河两岸兴建被认定为曾经的南方共和国的首都，人口63万，其中华人占了1/3，其他种族有马来、爪哇、马都拉及达雅人等等，是西加里曼丹的经济、政治中心。又到了酒店开箱环节了，我先不说价格，给大家猜一下。进来这边呢，是有一个衣柜的，然后这边的洗手间也是干湿分离的啊。哇，进到了卧室，好大呀，而且呢还是中央空调。我们来看一下这边的阳台。哇，一出来这个景观无敌呀！这一条呢就是瓜拉河，坤甸呢就是沿着瓜拉河的出海口的两岸所修建的。大家猜一下是多少钱？这个房间的价格是70人民币，真的没有骗大家，我在阿古达上面订的，就是这个价格。要是不是看河景的话，价格更便宜，才44人民币一个晚上。哇，印度尼西亚的物价实在是太划算、太便宜了。哦，对，普通房间是70人民币的，这个呢是他看我在拍视频，然后给我升级成豪华房间了。但普通房间也跟这个差不多了，只是小一点点而已。华人的足迹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，但命运却各不相同。印尼的排华，古巴的财产充公，委内瑞拉的货币崩盘等等，有时候选择真的比努力还重要。人们都有权利追求心中的美好，但通过走线、偷渡这些方式属实凶险，花费不少且没有身份等等问题。比起这种，更推荐大家通过正规移民的方式，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做。在这里推荐一家有别于传统的移民机构，从获批身份到落地安家，提供一站式的私人定制服务。该公司拥有雄厚的法律背景，在多国都有权威的律师，可以确保移民申请的安全性。如果对海外移民有兴趣，又希望得到法律专业协助的朋友，都可以扫描屏幕前的2维码，找他们免费咨询一下。从大厅这边走出来，还是一个靠河边的餐厅，这边是有早餐的，但我那个价格是不包含早餐的。哇，出到外面来好浪漫。刚才我在上面说错了，这条河呢是叫卡普阿斯河，也是印尼最长的河流。卡普阿斯河全长约1143公里，不仅是印尼最长的，也是全球岛屿上最长的河流，西加里曼丹的主要航线，大型木材通过此运往各地。这边还有一个渡轮呢，往返于东岸跟西岸之间的。在码头出来这条大道呢，都是一些大型的银行啊，这里应该就是他们的金融一条街了。每年的2月9日呢，就是罗芳伯的生日，大家都会来到这里来庆祝。这里呢就是罗芳伯的纪念馆。大家肯定觉得我在瞎扯，这明明就是银行，对吧？其实在1965年之前呢，这里确实是罗芳伯的纪念馆，现在呢是旧址了。在1965年之后呢，由于印尼的排华，政府强制把罗芳伯的纪念馆给收走了，然后给了他们的国家银行。在这个罗芳伯纪念馆旧址的对面就是他们的市场，我们过去逛一下当地的市场吧。这里呢都是要横穿马路了啊，我也入乡随俗。这个人行天桥好像已经封闭了，大家别搞错啊，这不是摩托车市场啊，是他们停摩托车的地方。这边摩托车是他们的主要交通工具。会说华语吗？不会。在坤甸这边呢，很少看到有华人的招牌啊，就算老板是华人，他也不挂华人招牌的。这边的服装很便宜啊，像儿童的服装才15000，像那件才25000，像这个成人的才35000，比较好的贵的才是5万，真的好便宜啊。Hello 这个市场都是做批发的啊。哦 China Oh I see 哦，都是中国制造的啊。How wa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nd local? Like you call Qingdao, right? Qingdao. Oh, Qingdao. Yeah. I have a lot good friends from Qingdao. Okay, so you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. Yes, because from my university is most of them is Qingdao. 来吃一下路边摊啊，这么一份价格是15000
相当于6块8。印尼的物价实在是太低了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你看看有6颗肉丸，这个是豆腐，里面也是夹着肉的，哇，还有蔬菜，真的太划算了，而且还有这么多的酱料可以加。在码头的附近有一座三神殿，是坤甸最古老的庙宇，是在康熙12年受当地的华人把妈祖娘娘从中国请到了这边来的。这是当地的舞狮队的人啊。这一路走过来，我发现有好多的家族的公所，也就是他们的祠堂。这里还有一个西家孔教华社总会，这名字听起来怪怪的，但是这也是无奈之举。1967年，印尼政府实行了严厉的同化政策，又叫排华政策，不准华人结党，停止华文教育等等，导致现在50岁以下的印尼华人几乎不会华语。孔教相当于当时的地下活动组织，承接着华文的教育与传承。直到第4任印尼总统瓦希德的上台，华文教育才得以松绑。Thank you。我在这边租了一辆摩托车60万，然后租5天。忘记问这个摩托的排量是多大了，不过看起来还挺新的。我是在 Facebook 上面找到信息，然后跟他们说，他们就送车上门的，而且不用交押金了，但是要押一个证件，我押了我的身份证给他。在这里呢，可以坐摆渡船到对面，价格呢是6000，这样的话比开到那边，然后绕了一座桥，再到对岸，距离缩短了8公里左右。温柔懒懒的海风吹到高高的山峰，温的风山的风吹成了山峰。在路边的加油站来加油啊，价格呢是1万1升。我在前往东力湾的路上啊，这就是路况啊。我骑累了，在中途这里休息一会。可以看到沿途呢有非常多这些中国的庙宇的。东力湾呢也是南方共和国发迹的地方。那么我们继续出发吧。为什么你不在？问山峰你会回来？场景2个人一起散着步，我的脸也轻轻贴着你胸口。在大马路的路边呢，我看到有一些像这种风格的住房啊，一看就是华人居住的地方。你好，我是中国过来的，我想问一下，这个是不是有个南方园在这里啊？南方共和国。南方共和国。在那里是吧？这个南方公馆呢，供奉着的就是罗芳伯。罗芳伯呢，本来是在广东梅州一个乡试部地的读书人，然后来到了这边，然后创立了一番这样的事业啊，现在已经变成了一方的神明。坤甸呢？坤甸王。三九幺，3不大。三九幺。那这样它管辖的面积还挺大的。大。
经过3个小时，终来到了东万历。这里还在盖一个天主教堂啊。这边应该居住的都是华人。从这个城镇来看，面积不大的，就类似一个小镇的感觉吧。这边还有银行的。罗芳伯的金山赋里的金山指的便是东万历，顾名思义，这里就是曾经的金矿。罗芳伯远渡南洋，便是来到了东万历刨金，这里也是他发迹的地方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曾经在日据时期，日军在这杀害了21037名来自西加里曼丹岛的各界社会精英知识分子，并埋葬在了10个万人囧里。这个地方非常的不好找啊，在田野乡间的小道进来的一块临近的地方。这里呢就是罗芳伯发家的地方。这个地方呢是在200多年前大家一起出钱所修建的，是用来祭拜罗芳伯的。你是说哈嘎 no 中文 no English no OK 好吧。哇，估计又要下暴雨了，我赶紧进去拍吧，他们锁着了。刚才这个小卖部的老板娘说从这里可以翻过去。可以看到墓碑上面这些捐赠者的这些字被凿掉了啊，这是因为当时的排华的时候，大家为了不受牵连，把这个名字给凿掉的。相似不第，远渡南洋淘金，他乡之客的罗芳伯在金山赋里道出了当时的心情：巍巍独立望山巅，云水苍苍自绕选，如此好山如此水，蹉跎岁月忆山岚。